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听书学史。今天我想要将介绍的是桑明正典所撰写《即刻开启幸运超潜意识书写重塑日常》一书。在本频道中，我们已经介绍了许多关于潜意识的书籍，本书被称为潜意识的圣经。接下来进入主题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如下：第一，99.9%的无意识领域决定着你的人生。第二，即使改变口头禅也无法改善的原因是无意识的口头禅。第三，人们在应对现实时会运用脑科学的机制。现在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介绍第一部分，99.9%的无意识领域决定着你的人生。人们每天都会采取各种行动，而每个行动都会在现实中产生结果。如果我们继续以前的行动，那么现实也将保持不变；如果我们改变行动，那么结果也将不同。在采取各种行动时，我们都在做出决策。我们每天都会做出许多决策，大部分都是下意识的。当然，我们也会有意识地做出决策，但这只占很小一部分。大部分事情都是自动无意识地进行的。例如，当我们去公司时，我们会如何决定上班的路线？除非去其他地方或途中有其他事情要处理，否则我们通常会毫不犹豫地决定。我们常常意识到的决策，只是我们无意识地做出的决策的一小部分。无意识拥有比意识更强大的力量，因为无意识的领域比有意识的领域要大得多。根据最新的脑科学研究，意识的领域被认为只占0.01%到0.1%，而无意识的领域被认为占据了99.9%以上。由于这种巨大的领域差异，无意识的影响力是非常强大的。潜意识的改变将改变我们的人生。这一观点可以追溯到约瑟夫·墨菲的成功入眠法时代。我相信许多人已经有过尝试改变潜意识的经验，但作者想再次强调的是，潜意识的改变将改变我们的人生轨迹，这是真实的。例如，人际关系会改善，能够找到能够实现目标的伙伴等等。这是因为我们的行为、言行和决策都是由潜意识中的信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动驱动的。正因为如此，很多人都致力于改变潜意识。然而，有些人发现，即使他们改变了潜意识，可是现实并没有得到改变，甚至重新回到了消极负面的状态。毫不掩饰地说，实际上潜意识是不会改变的。潜意识中包含着大量的记忆，这些记忆影响着我们的人生。但很多人对潜意识的改变有一个误解，即将潜意识中的负面信息改变为正面信息。然而，一旦记忆进入潜意识，它就不会消失。潜意识中的正面记忆和负面记忆都不会消失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改变潜意识仍然会改变人生。虽然潜意识不会被彻底改写，但很多人可能会认为改变潜意识会带来变化，从而改变我们对现实的看法和对待事物的方式。接下来，我将介绍一种不需要改变潜意识的方法来改变潜意识，这就是超潜意识书写重塑。要执行这种方法，首先需要学习有关记忆的知识，了解潜意识的机制非常重要。要改变潜意识并改变现实，需要以正确的方法。通过正确的方法和耐心的培养习惯，可以改变潜意识，进而改变现实。请在理解理论的基础上，从可以做的事情开始，将其融入到日常的例行事项中。意识的大部分都是潜意识，所以只需要改变意识就可以了。如果反复说出积极的话语，潜意识应该会改变。你学到了这样的知识，尝试了一些方法，但似乎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。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，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成功。其中一个可能是我们对潜意识的存在和作用还不够了解，或者我们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法和技巧。实际上，潜意识是否存在，以及通过多次说出积极的话语是否能够改变潜意识，存在着质疑。无论潜意识是否存在，我们都可以通过其他方法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实现幸福生活的目标。那么，通过本书，您可以了解到，潜意识的力量常常被人们所赞叹，这是因为它拥有如此庞大的领域。潜意识是无意识的，
也就是说，它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动运作，它不需要我们的意识干预，它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习惯和反应的来源。尽管我们可能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，但它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用。例如，对于电脑的盲打来说，刚开始时，我们可能需要一边确认每个键的位置，一边进行打字。但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我们会逐渐能够不看键盘盲打。一旦掌握了盲打技巧，我们就不再需要费心去想每个键的位置，而是可以无意识地自动完成。行走也是如此，我们不会一步一步地考虑右脚、左脚，而是无意识地自动控制肌肉并保持平衡，从而能够行走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潜意识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在起作用，我们可能并不察觉，但它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自动运行。有许多人希望找到自己想做的事情并取得成功，或者希望找到合适的伴侣。他们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，但是即使努力实现，如果潜意识中存在阻碍实现这些目标的因素，他们就会无意识地自动采取与之相反的行动，导致事情无法顺利进行。即使我们什么都没有做，为什么问题总是发生？为什么总是吃亏？为什么总是卷入人际关系的问题中？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潜意识中存在阻碍实现这些目标的因素，而我们自己并不自觉地、无意识地采取与之相符的行动。我们无意识地自动地采取与负面现实相符的行动。要改变这种情况，我们需要意识到潜意识中的这些阻碍，并积极地与之进行对话和转化。通过意识地引导潜意识，我们可以逐渐改变我们的行为模式。接下来，我想具体解释一下第二部分。即使改变口头禅也无法改善的原因是无意识的口头禅。这一点在考虑口头禅时尤为明显。如果我们试图改变口头禅却没有成功，原因就在于无意识的口头禅。改变口头禅会改变您的现实状况，这是因为使用积极的词语会带来好事情发生。多说谢谢会让我们变得幸福，这是自我提升领域以及其他各个领域常常提到的话语。然而，即使我们使用了积极的词语，意识到口头禅并说出谢谢，但现实仍然没有改变，我们也没有变得幸福。这并不是因为口头禅是无用的，而是因为潜意识的影响。实际上，口头禅分为有意识的口头禅和无意识的口头禅。前者是指有意识的使用的词语，意识的使用积极的词语成为口头禅是有意识的实践的行为，而后者是指突然出现的词语，例如我很累，为什么我总是这样，我讨厌这样，太糟糕了。这些消极的词语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突然出现，这就是无意识的口头禅。正如之前所说，无意识领域比意识领域更加庞大，其力量也更加强大。即使我们致力于有意识地改变口头禅变得积极，但如果无意识的口头禅仍然是消极负面的，那么意识的力量就比无意识的力量弱得多，最终现实很难改变。换句话说，要改变现实，希望您的人生变得更好，关键在于改变潜意识中的口头禅，也就是改变潜意识。潜意识中包含着影响我们行动的记忆，潜意识中存储着各种各样的记忆，包括过去经历的事情、学到的知识、掌握的方法，以及对自己的想法和他人对自己的评价等。这些各种各样的记忆都被储存在潜意识中，并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。提到记忆，我们通常会联想到过去发生的事件，但实际上，各种方法也是记忆的一部分。例如骑自行车，刚开始时，我们可能需要有意识地掌握每个操作，但经过几次练习，我们就能够顺利骑行，并且无需再有意识地思考就能骑行。一旦我们掌握了骑自行车的技能，即使有5年没有骑过自行车，我们也不会忘记如何骑行。这是因为自行车骑行的记忆已经在潜意识中牢固地建立起来。此外，记忆还会影响我们的个性和决策。潜意识中存储着成功经历的记忆较多的人，在各种决策场景中更加积极地挑战自己。然而，记忆中负面的记忆较多的人可能会害怕挑战，
并倾向于回避决策。正如作者所说，潜意识中存储着各种各样的记忆，这些记忆影响着我们的性格和决策，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中的每个方面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人生取决于潜意识。根据潜意识中存储的记忆内容，我们的决策和性格也会发生变化。如果我们在潜意识中存储了积极的记忆，并能够灵活地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决策，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会自然而然地改变。接下来进入最后一个主题，第3部分。人们在应对现实时会运用脑科学的机制，这些会涉及到感知、注意、记忆、思维、情绪和行动等多个方面的复杂过程。这些机制相互作用，共同促使我们适应和应对不同的现实情境。假设我们第一次见到一个名字叫 A 的人，当我们看到他时，我们的大脑会将过去记忆中与 A 相似的人的印象提取出来。这里与 A 相似的人，我们用 B 来代替，比如 B 的记忆。如果我们过去的记忆中的 B 是一个非常友善、总是支持和帮助我们的人，那么我们第一次见到 A 时的印象就会是他是个好人。然而，如果我们过去的记忆中的 B 是一个非常讨厌的人，总是给我们带来困扰和不快，那么我们第一次见到 A 时的印象就会是无法接受的。这种情况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，也适用于其他各种情境。例如，当有人向我们微笑时，我们的大脑会提取出与被微笑的情境相似的记忆。对于那些有很多积极记忆的人来说，当有人向他们微笑时，他们会判断对方是在微笑，并将其解释为友好的人。然而，对于那些有很多消极记忆的人来说，他们会否定对方的微笑，并将其解释为对自己的否定或虚伪的嘲笑。我们的大脑会根据过去类似的记忆来应对现实情况，就像上面的例子一样，记忆的来源是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情。我们的大脑利用潜意识中存储的记忆来应对现实情况，因此记忆的内容会影响我们看待现实的方式。那么，记忆的本质是什么呢？它是发生在现实生活中的事情。我们的大脑在睡眠时会整理一天发生过的事情的记忆，将一天发生的事情分类为需要保留的记忆和不需要的记忆，并将需要保留的记忆存储到潜意识中，而不需要的记忆则被删除。这些被判断为需要保留的记忆会积累到潜意识中，并对我们的人生产生影响。潜意识中会刻印哪些记忆呢？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的记忆：一、印象深刻的记忆，特别是与旅行、纪念日、重要时刻等相关的记忆。这些印象深刻的记忆更容易留在潜意识中。2、情绪波动的记忆，包括喜悦、成就感、充实感等积极情绪，以及愤怒、悲伤、失落感、恐惧等消极情绪。情绪波动的事件记忆更容易进入潜意识中。印象深刻的记忆会因为情绪的强烈波动而更容易进入潜意识。经历过非常悲伤、非常沮丧、非常高兴、非常愉快等强烈情绪的事件会反复在我们脑海中浮现，这是因为这些情绪强烈的记忆已经刻在潜意识中。3、重复出现的记忆，包括反复听到的话语、反复说过的话语、反复看到的事物、反复经历的事件等。这些反复出现的记忆更容易刻在潜意识中。突然告诉您2个令人震惊的事实：第一点，一旦进入潜意识的记忆不会消失；第二点，潜意识不会改变。我们经常听到潜意识的改写，但实际上，一旦记忆进入潜意识，它就不会消失。这意味着潜意识不会改变。那么，所谓潜意识的改写是什么意思呢？在某种情境下，以前潜意识中出现的是消极的记忆，但现在开始出现积极的记忆并做出反应。这种情况下会感觉到潜意识发生了改变，只是选择的方向发生了改变，并不意味着消极的负面记忆消失了，它们仍然一直存在于潜意识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那些相信潜意识已经改变并且回到原来状态的人，可能会认为潜意识没有改变。实际上，消极的负面记忆一直存在。所以，本书中所提到的超潜意识书写重塑，并不是消除负面记忆，
而是通过改变潜意识中的记忆，使积极的记忆更多的出现，让您的积极记忆超过负面记忆。现在让我来解释一下潜意识中存储的积极记忆和负面记忆的机制。您可能已经听说过一种被称为肯定自我暗示的方法，这是一种通过大声说出肯定自己的话语来改变潜意识的方法。通过反复说出积极的话语，比如“我很棒”“我可以做到”或者“没问题”等，这些信息会被潜意识记住并影响我们的行为。然而实际上，当我们尝试使用这种方法时，我们可能会发现现实变得更加困难和不如意。我们说出积极的话语，却感到痛苦或面临不如意的现实。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。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情况呢？原因在于积极的记忆和负面的记忆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。此外，大脑的特性之一是它无法理解否定形式。对于大脑来说，很棒和不棒是相同的概念，它们被存储在同一个文件夹中。当您说出“我很棒”的时候，这个很棒的文件夹会打开，但其中也包含了您无法感到自己很棒的记忆。如果负面记忆占据主导地位，那么当您回忆起这些负面记忆时，可能会感到痛苦，或者遇到一些让您无法感到自己很棒的事情。然而，当积极记忆在这个文件夹中占据主导地位时，您会在现实生活中自然而然地感到自己很棒，很有自信。潜在意识中还有许多类似的文件夹，比如爱的文件夹、胜利的文件夹、了不起的文件夹。每个文件夹中都存储着积极和消极的记忆。要让这些现实变得积极和正面，关键是让积极的记忆变得更显著。我们要减少消极记忆的优势地位，并减少其影响，同时增加积极记忆的影响。在本书中，我还分享了改变潜意识的各种技巧。除了减少消极记忆的影响和增加积极记忆的影响之外，通过本书中分享的各种技巧，请将积极的记忆铭记在潜意识中。我们需要始终保持积极的状态，并努力经历许多美妙的现实，甚至实现超越理想的理想现实。尽管这次只是简单介绍了本书，但希望您能感受到其中的氛围，希望您能够从中获得启发，并将其中的智慧应用于您的生活中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